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张鲁之女张齐英。张齐英和姜维一样，是一个无法怒弓的武将，并且也和殷姬一样，是一个可以召唤物的武将，可以算是这两人的结合体。张齐英和姜维一样，虽然无法释放怒弓，但却可以依靠累积怒气来增加输出。张齐英每拥有100点怒气，都可以提升5%最终暴击率和10%的暴击伤害。在满怒2000点的状态下，就可以提升100%暴击率和200%的暴击伤害，十分夸张。并且张齐英的召唤物也同样可以吃到这些加成。如果再加上毕方提供的普攻倍率和暴击伤害提升，即使张齐英使用的只是倍率较低的普攻，打起来也是会很痛的。张齐英有2个召唤物，分别是防御型器灵木头和突击型器灵泥巴。木头和泥巴在被召唤时，都会续成张齐英100%的属性和当前持有的护盾值，并且它们也和一般武将一样，可以释放普攻和怒攻，这个听起来就非常酷。张齐英的召唤机制和殷姬是一样的，只要达成条件时，位置上没有本源之火就可以被召唤出来。张齐英召唤的优先程度是高于红魔但低于助战朱雀的，虽然这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。张齐英的木头和泥巴只有在我方武将被击退时才会被召唤上场，而且在出场时还会为己方全体武将恢复20%最大生命值的血量。木头和泥巴在每场战斗都只能各召唤一次。木头会在我方前排武将被击退时出现，而泥巴则会在我方后排武将被击退时出现。木头的普攻倍率是100%，普攻时会转移一个护盾类状态给张齐英。怒攻时会恢复自身50%生命，并获得30%最大生命值的护盾，真不愧是防御型器灵，真是有模有样的。泥巴的普攻倍率是150%，突击型器灵的攻击力就是比较高。泥巴普攻时会偷取目标10%最终增伤，怒攻时会对前排武将造成132%的伤害，并对目标再发动一次普攻。反正泥巴只要出手就能偷取对手的最终增伤，自身输出也会慢慢提升。但你可别指望木头真的能扛全场，泥巴真的能帮你翻盘。木头和泥巴真正的作用其实只是用来拖时间，以便为张齐英和 SP 孙尚香争取更多的输出时间而已。张齐英虽然能召唤器灵，但其实他在未召唤的状态才是最强的，因为张齐英在未召唤前也同样能令那2只器灵进行普攻。在不召唤的状态下，虽然木头和泥巴的普攻倍率会下降，但它们还是同样可以触发普攻技能。木头同样可以为张齐英偷取护盾，泥巴也同样可以偷取对方的最终增伤，不过最终增伤不会被加在张齐英身上。不召唤器灵的好处是，木头和泥巴会跟着张齐英一起输出，这也是变相的3打1。虽然张齐英的3打1攻击力不及属兔的3位大叔，但他胜在完全不占位置。要留意的是，只要我方被减员，有任何一只器灵被召唤出来后，这个被动技能就会失效了。所以张齐英是一个非常需要依赖队伍坦度才能发挥的好的武将，在女团里要达成这个条件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了。另外，器灵的能力也和张齐英的站位有关。3火后，若张齐英站的是后排，泥巴造成的最终伤害会提升50%。若张齐英站的是前排，则自身和木头的最终减伤会提升30%。由于张齐英是在不召唤的状态下才是最强的，所以站后排增加泥巴伤害的意义并不大。我们需要的自然就是站前排所提供的最终减伤提升效果。前面也提到了，器灵真正的作用就是买时间，所以比起泥巴的输出，木头的坦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。但不管张齐英站的是哪个位置，木头和泥巴的普攻都可以额外吸取目标300点怒气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控怒技能。如果这时木头和泥巴都还在张齐英身上，那么张齐英就可以集中对一个武将进行控怒，
吸取回来的怒气也会被加在张其英身上，这里又是一个不召唤气灵的好处。但要留意的是，息怒也是有机会被抵抗的，不是必中。接着是张其英的无火技能，这里又是一个不召唤气灵的好处。张其英在未召唤气灵前，可以免疫撞飞以外的所有控制技能，并且受到的所有伤害结果都会降低30%，并完全免疫普攻。有了这个技能后，女团基本就不必害怕张包的决斗了。因为张包被决斗对象普攻后，有50%概率会触发3星被动横扫，而触发横扫后，决斗对象又会对张包再释放一次普攻，让张包有概率再去触发横扫，形成一个循环。张其英比其他人更容易触发张包决斗的死循环，因为他的普攻算上木头和泥巴的就有3次。这么一来，张包就有3次判定发动横扫的机会，只要中了一个，这个循环就会继续下去。虽然在这个循环里是张包和关心2打1，看起来好像比较有优势，但因为张其英会免疫普攻，所以关心的普攻都是无效输出。而让张包和张其英2人互殴的结果，自然是张其英获胜了。在张其英面前，张包都要改姓杀。另外，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，是可以触发助战 B 方的攻击的，所以没有 B 方的一方就会比较吃亏。不过 B 方判定的是武将普攻，所以木头和泥巴的普攻是不会被纳入计算的。B 方只会在张其英自身普攻7次后才会发动攻击。无火的另一个技能是让张其英在召唤气灵后获得护灵效果。护灵会使张其英不会成为单体攻击优先选择的目标，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。但若张其英先被添加了决斗，我相信他还是会被单体目标攻击的，因为决斗的优先级真的非常高。这个我并没有去测试，因为发生的几率并不高，所以也不是很重要。张其英的羁绊要和张宁一起上阵才会激活。羁绊会提升张其英的和气灵的普攻最终伤害，并且在张其英在未召气灵换前，让他们的普攻可以触发张宁的叙事相关的效果。关于这个，我们就等张宁篇再来细聊。最后来说说张其英的抽取建议。张其英作为女团的新任主输出，自然是满火的效果最好。但仔细一看她的技能分布，就会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武将。因为张其英和输出有关的能力，在3星就已经全部开完了，5星和1火就只是为了召唤2个气灵，而3火和5火则事关张其英的生存能力。很意外的，张其英只需要3星就能发挥他主输出的功能了，但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输出，而是生存能力。3星张其英只能站后排，反正他也吃不到3火站前排所提供的最终减伤效果。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勉强站到前排去。3火的另一个功能息怒，也对张其英的输出影响不大，因为张其英本身不消耗怒气来攻击，而且在女团里也不会缺乏怒气来源。息怒的用途就和泥巴的偷取增伤一样，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减少对面的输出。所以结论还是，虽然张其英没有3火对输出不造成影响，但在生存能力方面，少了一个控怒能力，就会多一份危险。除非对面站的也是一个张其英，那么在怒气被对手偷走的前提下，对输出能力就有影响了。这也是为何3星张其英只能站后排的原因之一。比起3火，真正重要的还是5火的能力，因为它有着张其英最需要的所有伤害结果降低。而且如果没有5火的免疫普攻，张其英也很难在和关心张包互殴的过程中讨到便宜。因为在整个过程中，张其英是无法依赖女团来回血，她只能靠自身的吸血能力来支撑。老区抽张其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，相信大家都提前存了很多卷。但如果你是才刚入坑不久的萌新，不够卷把2只都抽到5火的，那就可以考虑暂时先抽到3星，之后才慢慢补到5火。那么张其英可以用多久？如果你有5火张辽和郭嘉，你可以直接玩魏国后宫队，这么一来就不需要张其英了，享年11天。
实际上，这是硬件决定你能玩什么队伍的问题。如果你的硬件足够，你甚至可以连这个版本的女团都不需要抽，直接去玩更强的五子队就好。但如果你没有无火张辽和郭嘉，那么张齐英就可以继续待在女团里。如果不考虑后宫队，只说纯女团，那么张齐英可以一直使用，直到 SP 貂蝉上线为止。以 SP 貂蝉为首的神念队是一个以坦度为主的队伍，所以对增加队伍坦度没有贡献的张齐英，很自然的就被替换下来了。即使张齐英在 PVP 的寿命可能很短，我还是推荐大家把它抽起来。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天下会武和汉中都可以用。要知道 SP 张辽和 SP 郭嘉可都是很抢手的队员，永远都不够分。既然女团可以不占用这两位武将，那又何乐而不为呢？而且张齐英在刷分活动和即将登场的魔教2中也可能会用到，所以建议还是抽个3星来备用。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，远征5将在这次的女团双章后，就不会再出现一定要2只都抽才能玩的武将了，至少暂时都是这样。之后登场的远征武将都会是不同的体系，而且都是只需要抽一个就可以玩的了。再加上官方也已经承诺，在张辽版本过后就会开始放慢速度，这样大家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存卷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